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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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yeah? Well,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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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雪暴》片头，本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字幕，堪称影史最高明的叙事开场。其中最令人胆寒的碎木机毁尸片段确有其事，原型正是李昌钰博士侦破的碎木机杀妻案。现实中，调查人员通过筛检数吨木屑，凭借56片碎骨，让这桩无尸命案真相大白。科恩兄弟的创作智慧在于，他们将这起真实罪案与另一起汽车骗贷案巧妙嫁接，用虚实交织的叙事，打造出这部令人不寒而栗的黑色经典。当荧幕上的虚构照进现实，我们才惊觉，最精妙的剧本往往源自最残酷的真实。不只看热闹，更要看门道。欢迎来到观影悟道。大雪纷飞中，一辆拖车缓缓驶来，拉着杰瑞从家里车行借出的通用汽车 Sierra， 车被拖到梅花国王酒吧。杰瑞与2名绑匪的会面从一开始就充满火药味，连见面时间都说法不一。压下车钥匙做保时，杰瑞无意的一句话又激怒了卡尔。谈到酬金，一个坚持先付，一个非要事后，双方僵持不下，直到中间人大脚的名字被提起，才勉强达成一致。最后计划敲定，卡尔和基尔假意绑架杰瑞的妻子，赎金则由杰瑞的岳父来付。卡尔心里犯疑，觉得杰瑞可能在算计自己。杰瑞解释说自己最近手头紧，没法直接向岳父借钱，只能出此下策。3人勉强达成一致，基尔拿了钥匙便起身离开。杰瑞回家时，电视正播冰球赛，老丈人韦德坐在沙发上，端着酒连眼都没抬。Who they playing? 餐桌上，杰瑞又推销停车场计划，韦德只淡淡一句：“先让合伙人看看再说。”另一边，2名劫匪开着杰瑞的 Sierra 驶向明尼阿波利斯。基尔吵着去吃薄饼，卡尔嫌麻烦却也照办了，心里盘算着饭后找点乐子。车到布雷纳德伐木巨人保罗·班扬的故乡，他是19世纪的伐木传奇，后来成为美国力量与坚韧的文化符号。夜里，卡尔叫来妓女，几人喝酒看电视，混沌度过一晚。杰瑞在车行卖车，一位顾客发现账单上多出一笔没谈过的防锈处理费，当场发火。杰瑞假意去找领导，实则只是在茶水间绕了一圈。他心知老丈人才是真正的话事人，硬顶也没用。最终，他自掏腰包补偿$100元才平息事端。这件小事却映照出他眼下的处境，在车行，他没地位，不敢得罪人；私下里又因手头拮据，不得不从这类交易中挤出一点利润。第二天一早，老丈人打来电话，说看过停车场方案了，觉得可行，约他下午2点半详谈。杰瑞仿佛看到转机，只要钱能批下来，那场假绑架就能及时叫停。可麻烦接踵而至，他联系不上卡尔和基尔，杰瑞只好去找中间人大脚打听情况，这才发现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大脚声明他只担保基尔，不担保卡尔。那晚卡尔只是临时搭伙入局，并非他介绍的人。而杰瑞明知这2人来路不清，底细不明，却把绑架的差事交了出去。如今他想取消计划，却根本找不到人，大脚也拿不出任何备用联系方式。杰瑞接到抵押贷款公司的来电，说他用车辆做抵押贷出的32万美元，因部分文件序列号不清，需要核实对应车辆是否真实存在。这一问正中杰瑞的软肋，那些车里面有几辆是假的，他只好找借口拖延，声称会补交材料再确认。那是1987年，32万美元折合到现在约90万，也就是说他得填上近100万美元的窟窿。面对这样一笔巨款，UP 认为还不如去自首算了。杰瑞的妻子简正在家中看电视，窗外忽然出现一个戴头套、持撬棍的人影。没等他反应过来，玻璃已被砸碎，简逃向门口，却被另一名劫匪拦住。他咬伤对方的手，冲进卫生间打电话报警。电话线被扯断，劫匪开始撬门。简犹豫着是否跳窗时，卡尔闯入，以为简跳窗逃跑，转身下楼追赶。而基尔则漫不经心地翻找药膏处理伤口，注意到浴帘微微晃动，简崩溃冲出，却在楼梯处滚落昏倒，绑架行动就此得手。杰瑞身着笔挺西装，向岳父韦德呈上那份详尽的停车场计划。起初一切顺利，直至谈及资金。 It's a pretty, What kind of finder's fee were you looking for? Huh? We're good to load in, Yeah? but we never talked about your fee. No, but Wade, see, I was bringing you this deal for you to loan me the money to put in. We're saying we put in all the money and you collect when it pays off. 圈钱幻想破灭，回到冰封的车前，他砸冰泄愤，最终却只能捡起铲子，一下一下刮进现实。杰瑞到家发现空无一人，卫生间一片狼藉，
他立刻明白简被绑走了。下一秒，他已在脑中排练如何向岳父报告。Yeah, Wade, it's Jerry. Wade, it's Jerry. We gotta talk. It's something hard, geez. 布雷纳德公路口，巨大的樵夫雕像矗立雪中，凝视着城镇。卡尔与基尔押着简驱车返回，后座简的低声啜泣惹恼了基尔，他威胁他闭嘴，否则就杀了他。一辆州警巡逻车突然亮灯追来，车内瞬间寂静。卡尔猜测是因未贴临时牌照，停下车叮嘱简别出声。他递上证件，并自作聪明地在钱包里露出50美元，企图打点，反而引起怀疑。州警命他下车时，后座传来动静，对方瞥见了基尔的脸。鲜血溅在卡尔脸上，他彻底吓呆。基尔却冷静说道：“你太温柔了。”还让他将尸体拖下公路。此时恰有车辆经过，司机目睹了一切，基尔立刻掉头追击。直至对方翻车，他下车冷静地解决了车内2人，转眼闹出3条人命，事态已彻底失控。清晨，马基警长在睡梦中被电话惊醒，镇上发生3起命案。尽管怀有身孕，她仍迅速起身。丈夫诺姆睡眼惺忪，却仍为她准备早餐。出发时警车无法启动，诺姆又出来帮忙搭电。天未亮，马基已抵达现场，一名州警沉尸路边，不远处有一名遇难路人，还有一位死在翻倒的车中。他冷静勘察，从弹壳、拖痕与脚印推断，2名嫌犯一高一矮，被州警拦下后近距离开枪，又追击目击者并灭了口。通过巡逻记录上的 DLR 缩写，他意识到涉事车辆使用经销商临时牌照。马基未指责同事疏漏，而是以笑话缓和气氛，并果断转变侦查方向，从追踪车牌转为彻查经销商发出的临牌及领车人。面对绑架，韦德主张报警，杰瑞反对并警告会害死人，斯坦也劝说花钱保命。谈到金额时，韦德想压价，斯坦提醒他这可不是谈生意，这赘婿心真够黑的。他对岳父索要100万，却只打算给绑匪8万。他谎称绑匪只与他单线联系。韦德与斯坦并未生疑。回到家，儿子斯科特被吓坏了，一遍遍问妈妈会不会出事。杰瑞只能安抚，说没事，他会处理好。卡尔和基尔将简带到湖边木屋，车门打开，头被罩住的简一落地就慌乱奔逃。基尔想追，却被卡尔拦住。马基在回程途中为诺姆买了鱼饵，恰好诺姆来给他送午餐，真是一对恩爱夫妻。她称赞了丈夫正在创作的候鸟邮票图稿，2人短暂温馨相处。随后线索指向一家旅馆，曾有2男2女驾驶同款车入住。马基迅速找到那2位女技师，据他们描述，一名矮个男子举止滑稽，年长一点的同伴则烟不离手，并透露了矮个子未割包皮的细节。马基耐心记录了所有琐碎信息，最终一条关键线索浮出水面，2人提及将前往双子城，调查方向就此明朗。半夜电话响起，是他的老同学从双子城打来的。对方说在新闻里看见他闲聊几句后挂断，屋里又归于安静。第2天，杰瑞办公室电话响起，是卡尔。对方开口就说情况有变，杰瑞以为简遭遇不测，顿时慌了。卡尔却说出了3条人命，既然见了血，必须加钱。杰瑞试图争辩自己要求的是非暴力，卡尔怒火更盛，勒令他明天全额付清8万。刚挂断，抵押公司的电话又接踵而至，威胁若不立即补交车辆证明，就将起诉。杰瑞立在原地，已濒临崩溃。马基在餐厅里干着饭，同事拿来旅馆公用电话的通话单，一通打给汽车公司，另一通打给大脚一个杰瑞认识的机修工兼中间人。这说明大脚和卡尔、基尔确实有联系，旅馆里的2个人多半就是他们。马基当机立断，决定去双子城顺着这条线查下去。杰瑞告诉老丈人和会计，绑匪明天就要来拿钱。韦德想要亲自出马，杰瑞试图以绑匪指认自己为由阻止，却遭到韦德和斯坦的一致反对。No, see, Look, Jerry, you're not selling me a damn car. It's the way we'd prefer to handle it, Jerry. 马基抵达双子城，入住酒店后立即联系当地警方获取大脚住址，还顺带打听了实惠的餐馆，办案生活2不误。卡尔为躲避追查，在停车场倒换了车牌。杰瑞本想找大脚善后，不料马基已抢先一步到场问话，他直接质问大脚旅馆电话一事。大脚起初搪塞，马基平静点名他正处假释期，若隐瞒命案线索，将按谋杀同谋论处。大脚立刻慌了，只好老老实实交代。随后马基走访杰瑞的车行，单刀直入询问新车与临牌使用情况。杰瑞强作镇定，试图转移话题。马基不为所动，重复问话，他只得咬定没有丢车。马基一走，杰瑞急忙联系大脚，却发现人已失踪，电话也断了线。马基与老同学见面，对方聊起近况时试图靠近，他借故拉开距离。Sorry,
Oh, no, no, just so I can see. I don't have to turn my neck. I understand. 他提起自己结过婚，对象是两人都认识的同学，对方后来患癌过世，情绪失控下脱口告白。玛姬始终冷静，安抚几句便结束会面。当晚，卡尔去卡尔顿名人堂看了演出，然后带着伴游回旅馆。正办着正事，大脚突然闯入，拽走女孩，将卡尔暴打一顿，连出面理论的邻居也遭波及。卡尔气急败坏，打电话命令杰瑞半小时内到停车场顶楼见面，否则杀他全家。韦德在旁听着，不再犹豫，提起钱箱就走。杰瑞拦不住，只能尾随。顶楼上，卡尔见来者不是杰瑞，怒火中烧。Who the fuck are you? I got your damn money. Now where's my daughter? I am through fucking around. Drop that fucking briefcase. 韦德坚持先见女儿再给钱。卡尔本就憋了一整天气，刚又挨过揍，瞬间爆发，拔枪射击。韦德中弹倒地，掏枪还击，打中了卡尔的下巴。卡尔疼痛地发出嚎叫，朝着韦德打光了子弹。随后他拎起钱箱，驱车离去。几分钟后，杰瑞赶到，奔上楼梯时与下楼的卡尔擦肩，彼此并未认出。顶楼只见韦德倒在血泊中，杰瑞怔住。下楼时看见撞断的停车杆，收费亭里员工翻倒在地，又添2条人命，加上之前3名死者，已是5条。他失魂落魄地回到家，对儿子的关心只喃喃道：“我想去睡觉了。”警局接到一位老人的报警，他说上周2在酒吧打理时遇到个矮个子男人，样子有点滑稽，一直念叨在湖边快憋疯了，想找女人。老人当时没在意，后来老伴看到凶案新闻，催他来报警，这个线索非常关键。另一边，卡尔撬开钱箱，看到满满一箱现金，整个人都愣住了，他从没见过这么多钱。他抓出8万丢到后座，准备分给同伙。接着他用除冰铲在雪地里挖了个坑，把剩下的钱连箱子埋进去，打算自己私吞。玛姬在双子城没查出结果，准备回去。打电话给另一位女同学时，他意外得知那位男同学根本没结过婚，他口中的亡妻其实是他长期骚扰的对象，而且他本人有精神问题。这个反转让玛姬意识到人有时候是能一本正经的撒谎的。他决定再去找杰瑞问清楚。回到车行时，杰瑞正焦头烂额地填写车辆编号，应付抵押公司的催债。玛姬再次追问有没有丢新车，临牌使用是否规范，是否定期清点车辆。杰瑞一口咬定没丢车，情绪逐渐失控。当玛姬表示要直接联系他的老板兼岳父韦德时，杰瑞立刻改口，答应马上清点车辆。玛姬在办公室等待，但杰瑞迟迟未归。他意识到不对，透过窗正好看见杰瑞驾车逃离。他立刻接通警局电话，发出通报。基尔正吃饭看着电视，卡尔满脸是血闯进来，注意到简已经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基尔轻描淡写地说他太吵，已经处理掉了。卡尔把8万现金甩在桌上，说钱按说好的平分，但车得归他。基尔不答应，钱对半分，车也一样。争执中，卡尔撩开衣服，露出手枪威胁，随即甩门而出。基尔紧跟其后，一斧劈向卡尔。至此，本片7人已经领完盒饭下班。玛姬从同事那得知杰瑞的妻子失踪，警方已对杰瑞发出通缉。他决定去湖边转一圈。刚到那片林地，就看到嫌犯的 Sierra 汽车停在木屋前。玛姬尚未靠近木屋，便听到一阵低沉的机器轰鸣。他俯身拔枪，循声探进。木屋后，基尔正将残肢断臂塞进碎木机，雪地被染得一片猩红，这是全片最血腥的画面。玛姬亮明身份，举枪警告。基尔转身就逃，2声枪响，他腿部中弹倒地。不久，杰瑞在北达科他州俾斯麦落网。他试图逃跑，却只发出一声不甘的嘶吼。那笔钱没能填补他的财务窟窿，反而将他送进了监狱。夜里，玛姬回到家，诺姆告诉他，画的绿头鸭成了300分邮票。他真心高兴，他却觉得没用。玛姬安慰说，凑邮资时总能派上用场，他总是能看到事情好的一面，这也是影片最后的暖意。雪还在下，生活依然继续。冰雪暴讲述的是一连串小人物的失控。杰瑞为填补债务策划假绑架，却引发一连串不可控的连锁反应，从零检冲突到公路追车，从停车场对峙到木屋碎尸，7条生命接连逝去，妻子遇害，岳父惨死，绑匪内斗，而那笔染血的钱最终深埋雪地，无人取用。科恩兄弟以基于真实事件的开场，将观众拽入一个荒诞又真实的世界。悲剧的源头往往并非极恶，而是始于一个侥幸的坏念头。当贪婪、怯懦与侥幸心理交织，命运的雪崩便已注定，而每一片雪花都曾在惊愕中认为自己无辜。这部电影虽然讲的是离奇的绑架和谋杀，但每一次剧情反转其实都合乎人物的性格。杰瑞的自卑和贪心，老丈人的傲慢，绑匪的愚蠢和暴躁，这些性格缺点一起造成了整件事的失控。换句话说，故事虽然看起来荒诞，但又让人觉得合理，因为它符合人性的逻辑，而不是靠巧合撑起来的。
正因为这样，观众在看这些离奇情节时，还是能感受到一种冷静而真实的感觉。马基是整部电影里最冷静、最清醒的人，他不被金钱诱惑，也不会被暴力影响。他用温和的幽默和敏锐的职业判断，看清了这个乱糟糟的世界。影片最后，他平静地说：“生活中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这句话让之前所有的贪婪和暴力都显得可笑，也让故事回到了平静的现实。那尊雪地里的樵夫雕像保罗·班扬3次出现在镜头里。第一次，他站在白雪中，像个守护神，代表着小镇表面的平静和人们对秩序的幻想。但这种安宁只是假象，贪婪和谎言早已在暗处滋生。第二次，他被阴影笼罩，显得阴沉又诡异。那是信仰崩塌的时刻，所谓的英雄早已失去了意义，只剩下冰冷的外壳。最后一次，他仍静静站在雪中，沉默地注视着一切。暴力落幕，混乱归于平静。但雕像的沉默提醒我们，没有英雄在庇护人类，只有人自己守住的那一点善意与清醒。从神圣到崩塌，再到冷漠，保罗·班扬不再象征力量，而是成为现代文明的一面镜子。当英雄变成石头，我们才看见，所谓的神话从来只是人心投射出的幻影。本期冰雪豹解说完毕，你的一键订阅是我们剪片人最后一点理智的来源。